美国如今最怕哪个国家？朝鲜。2024年10月30日，当发现有疑似朝鲜士兵进入俄乌战场后，拜登立即对朝鲜发出威胁：如果朝鲜军人进入乌克兰，乌克兰军队就应该对其进行打击。可令拜登没想到的是，不到24小时后，朝鲜突然向半岛东部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并最终成功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可实际上，美国对朝鲜的畏惧并非源自核武器，而是源自金正恩的大智慧。早在2018年1月1日，金正恩就曾对美国发出过核威慑，美国全境都在朝鲜核武器的打击范围内，核按钮就放在我办公室的桌上。如今的美国根本不知道朝鲜到底有多少枚核弹头，更不清楚朝鲜的核武器有多大的威力。而更让美国不解的是，明明当年已对朝鲜进行了全方位的封锁，可为何还是未能阻挡其成为有核国家？2006年10月，朝鲜济州郡的污水端里爆发了一场 3.6 级的地震，但并非自然灾害，而是朝鲜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这一消息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早在196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确定了在1967年1月1日之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是合法拥核国家，可以在不违反国际法的前提下使用核武器。朝鲜显然不符合这一条约的规定内容。更让人好奇的是，仅有12多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朝鲜，又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如何突破限制造出核武器呢？这多亏了苏联的帮助。1956年，朝鲜与苏联签署了组织核研究所的协定。3年后，苏朝为应对美韩合作中提出的和平利用核能，也签署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从此以后，苏联为朝鲜提供了技术和能源上的实际援助，比如核武人才，上百名朝鲜青年奔赴苏联学习核物理，还有幸进入了苏联联合核研究所。这些人中包括被称为朝鲜核武器之父的徐向国，如今担任金日成综合大学物理学部的讲座长。另外，苏联还在朝鲜境内建立了原子能研究所和清水反应堆等，为朝鲜的核武器建设打下了基础。苏联帮助朝鲜的目的也并不单纯，仅是为了在冷战中与美国博弈。要知道，单从核武器发展上来讲，苏联是世界上第2个拥核的国家。1949年8月，第一颗核弹爆炸成功，打破了美国的核武器垄断。作为2个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美苏都想争夺世界霸主的地位，因此进入了2极格局的美苏冷战。为了拉拢更多盟友，2国都想尽办法。不过，苏联由于中苏交恶的影响，不敢过多的扶持亚洲国家，对朝鲜的核武援助变成了点到为止。这也导致朝鲜核武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仅是起步阶段。1991年，苏联解体，给朝鲜的核武器发展带来了机会。当时15个加盟国为了前苏联的遗产闹得不可开交，但关注点只在分地和分财产上，没有过多的关注核武人才。朝鲜见状，立即抛出橄榄枝，秘密高薪猎聘了大量苏联的专家，获取了成熟的核武技术。与此同时，朝鲜的平山油矿发现了丰富的油矿资源，并建成一座5兆瓦的天然铀石墨反应堆。在这一时期，朝鲜的核武器建设得到高速发展，但也面临着国内外的巨大压力。前苏联退出世界舞台，也不再对朝鲜提供任何援助，一度令朝鲜经济萧条，还陷入食物短缺的生存艰难之中。发展核武器需要巨大的经济投入，朝鲜不得不勒紧裤腰带，也在此时提出了贤君政治的思想。可美国的蠢蠢欲动给朝鲜带来了新的挑战。1993年，美国白宫收到中情局的情报，朝鲜正在宁边建造黑铅型反应堆。联合国先做出反应，派出国际原子能机构观察前去检查，而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也隐有要在宁边发动战争的趋势。好在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前去访朝，与金日成暂时达成协议，朝鲜冻结现有的核计划，并由美国牵头成立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并为朝鲜建造清水反应堆，并提供重油以作为能源补偿。基于当时的形势，若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必定会一战即发。而且以此后美国对朝鲜的继续制裁以及朝鲜核武器的发展，2国显然将这次协议当做了权宜之计。朝鲜将发展核武器的计划转移到了地下，并与巴基斯坦的国际地下核走私进行了秘密交易。朝鲜2头赚，更加快了核武器的发展。2003年，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也相当于撕毁了此前与美国达成的协议。当时，美媒称朝鲜官员曾私下里向美国官员承认，平壤政府已经拥有核武器。2005年，朝鲜重新启动了先前冻结协议中的核反应堆及建设工作。2006年，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证实，朝鲜确实发射了导弹，并很快进行了地下核试验，成为了第9个拥核的国家。不过，对于朝鲜拥核，各方的反对态度却出奇的一致。2006年7月开始，安理会多次表示对朝鲜导弹试射和核试验表示谴责，并要求其立即放弃核武器和核计划。2013年，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
要求俄罗斯的所有企业禁止向朝鲜提供弹道导弹方面的任何技术资讯与援助，而中方则督促和平解决朝鲜拥核问题，并提出了3底线，特别强调中国自身的正当国家安全利益必须得到有效维护和保障。美国一如既往地对朝鲜拥核反应激烈，称不会认定朝鲜为拥核国家，且不容忍朝鲜开发针对美国的核导弹。而且近些年来，美国为了表达对朝鲜拥核的不满，企图挑动日韩对朝鲜发动战争。去年下半年陷入焦灼气氛的朝鲜半岛局势就有美国的幕后挑唆。可就算是冒着天下大不韪，就算遭遇一波三折，朝鲜政府仍旧打定了主意要发展核武器。这是因为朝鲜领导人清楚，核武器是朝鲜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生存的最后底牌。朝鲜战争结束，但朝鲜半岛仍改变不了分裂成2个国家的事实。而且在美苏冷战中，朝鲜与韩国一样，都沦为了2个霸国军事争霸的棋子。如今，美国为了在亚太地区推行霸权主义，将美日当作桥头堡，还秘密向韩国运输战术核武器，有意催化朝鲜半岛的这个火药桶，令朝鲜深陷战争阴影之中。在朝鲜政府看来，为了自保，不得不拿起核武器。1965年，金日成在国内秘密会议上宣称，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拥有核武器。2005年，金正日表示，如果美国放弃对朝威胁，朝鲜连1颗核弹都不需要。2024年，第3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朝鲜必须更加彻底地完善核力量，以及确保其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正常使用。但也不排除朝鲜领导人为了转移国内民众对政府管理不善的不满情绪，从而将核武器当作政府的宣传工具，以平息国内情绪，加强民众的凝聚力。目前，朝鲜已经威胁要对韩国和美国使用核武器，这也在预料之内，但朝核问题仍旧棘手。尤其是加剧朝鲜与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朝鲜不得不尽快解决该问题。而中国也将时刻关注拥核的朝鲜，继续推动朝鲜半岛的无核和平化进程。美国暗杀过朝鲜领导人吗？暗杀过。2014年4月初，美国中情局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秘密招募一名朝鲜公民，并对其进行了系统训练。按照原定计划，美国准备在4月15日，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日成的105周年诞辰纪念日时，使用生化物质和放射性物质对金正恩实施暗杀。可让美国失望的是，这次暗杀非但没有成功，刺客也遭到了秘密处理。其实从金正日时代开始，美国就曾多次策划暗杀朝鲜领导人，但无一例外，每次刺杀都以失败告终。自从美国坐上世界霸主之位后，不管是曾猖狂一时的中东雄狮萨达姆，还是有万王之王称号的卡扎菲，在反抗美国政权之后，最终都落得个生死道交的结局。可作为亚洲反美第一人的朝鲜金家，为何几十年仍然安然无恙？1948年9月，朝鲜建国，金日成担任朝鲜最高领导人，也是朝鲜的开国领袖。1994年，他在任内去世，长子金正日接班。2011年，金正日去世，其3子金正恩成为第3任朝鲜最高领导人。自此以后，朝鲜政权牢牢地掌握在金家手中，这令美国感到不安。因为世袭制的朝鲜金家，也就意味着朝鲜一直高举着反美的旗帜。而朝鲜与美国的紧张关系要追溯到半个世纪前的朝鲜战争，美国将韩国当作朝鲜半岛的代理人，与朝鲜发动战争。虽然在志愿军的帮助下，抗美援朝胜利，但美国在韩国驻军，甚至短暂的部署核武器，还拉拢盟友敌对朝鲜，被朝鲜视作干扰半岛统一的仇敌。两国至今都未建立外交关系。而且朝鲜这个在世界地图中几乎要眯着眼才能找到的国家，一次次的跟美国交接。1968年1月，美国被称作间谍船的虎尾部落号在日本海上航行，试图收集朝鲜的情报，被朝鲜得知后，立即派出5艘猎潜艇进行拦截，还用米格战机炮轰美舰，还缴获了大量的美国军事情报。美国偷鸡不成18米，还不得不在朝方以美方俘获的挟持下，公开承认了进入朝鲜海域侦察的间谍行为。时至今日，虎尾部落号仍停靠在朝鲜海岸上供人参观。1969年4月，金日成生日的前一天，美军侦察机抵近朝鲜上空，遭到朝方2架米格战机的轰炸，美机上31人无一生还，而美方只派出了军舰，未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2015年，一名美国大学生奥拓跟随旅游团进入朝鲜，在酒店住宿时私自摘下政府标语，被朝方逮捕并判处有期徒刑15年。17个月后，他昏迷不醒，被送回美国。美国政府及奥拓的家人对奥拓的逝世原因表示质疑，但朝鲜却拒绝理会，还向美方索要200万美元的医疗费。而且朝鲜黑客也令美国头疼不已，还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像朝鲜这样敌对美国的势力，美国一向是除之而后快。
据说萨达姆被美国称作恶魔。1990年，萨达姆为了恢复伊拉克的经济，对邻居科威特发动了战争，夺走了美国30多亿美元的外币，俨然有撼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的趋势。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并抓捕了萨达姆。2006年12月30日，萨达姆被处以绞刑。2009年，号称非洲之王的前利比亚总统卡扎菲在联合国大会上疯狂辱骂美国。他在时关闭了美国在利比亚的军事基地，并纵容利比亚民众火烧美国驻黎波里使馆，还强制占有了美国的石油公司。2011年，美西方煽动利比亚内战，卡扎菲被反动派处决，也算间接死在了美国的手中。除了有钱又有武装的中东二霸，美国也对主张不结盟的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下了黑手，让其背上了战争罪、反人类罪等多个罪名，最终病死在狱中。对于美国而言，只要威胁到美霸主义，无论是谁都要想尽办法的除掉。但为何朝鲜金家却成了一块难啃的骨头呢？朝鲜金家安然无恙有2方面原因，一方面原因是美国不敢打，朝鲜北邻俄罗斯，东部与中国接壤，堪称中俄两国的门户。若朝鲜局势变动，中俄两国也将受影响，这也是朝鲜虽然一直闭关锁国，但仍能稳步发展的重要原因。1948年10月，朝鲜建国后的第1个月，朝鲜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两国领导人也建立了非常友好的政党关系。在苏联的默许和帮助下，朝鲜派出300名留学生前往苏联学习核物理，还接受了苏联联合核研究所的培训。也是在苏联的帮助下，朝鲜建立来了第1个核物理研究所。在冷战期间，苏联为朝鲜提供了钢材、石油和工业设备的物资援助，还有贸易、技术和资源的经济支持。而中国先后有240万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才将逼退到鸭绿江附近的朝军又退回到3八线附近。战争期间，我国也对朝鲜进行了价值约14亿5千万卢布的免费经济援助。进入新世纪后，中俄朝的关系也是一直稳定发展，并且坚决反对美方干涉朝鲜半岛问题。2022年中旬，中俄在联合国大会上多次否认了美国针对朝鲜制裁的提案。2023年下半年，美韩不断通过军事合作和联合演习等手段刺激朝鲜，造成朝鲜局势紧张。对此，俄罗斯进行海陆空战略威慑力量的大规模演习，而中方也再次表明态度，始终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和平化解决。可见，中俄两国时刻关注朝鲜政局和半岛局势，这让美国不得不小心谨慎。同时，美国也忌惮朝鲜的核力量。2006年，朝鲜第1次地下核试验成功进行，直到2017年，一共进行了6次核试验，是唯一一个在21世纪进行核试验的国家。根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在2022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朝鲜应该拥有40到50枚核弹头。2024年10月31日，朝鲜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几乎同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表示，朝鲜将不断加强核力量，以充分应对威胁。不光是美国，就连韩国也对朝鲜每一次的核成就而感到紧张万分。另一方面，美国对朝鲜金家无从下手。朝鲜金家的掌权方式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不同，实行的是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除了世袭制，还有就算倒下一个朝鲜领导人，还会有另一个金家人被扶持成领导人的政权交换方式。而且朝鲜的主体思想强调自力更生和民族自主，同时也排斥他国对政治的干涉。也因此，自1953年朝韩战争结束后，朝鲜一直实行着严格的封闭政策，限制朝鲜人民与外界接触的范围及内容，同时也限制外部国家对朝鲜内部的沟通与了解，特别是西方国家。在这个背景下，美国一直擅长的颜色革命无法渗透进朝鲜内部，更撼动不了朝鲜金家的政治权力。近些年来，美国偶尔与朝鲜在半岛局势上出现不和，也鲜少将朝鲜作为主要打击对象。朝鲜则对美国和韩国采取了灵活外交政策，有时强硬，有时平易近人，以争取更多的战略利益。而全世界包括我国也将持续关注美国与朝鲜之间的微妙平衡，以便随机应变。36省的简称省会：黑龙江省简称黑，省会哈尔滨；吉林省简称吉，省会长春；辽宁省简称辽，省会沈阳；河北省简称冀，省会石家庄；甘肃省简称甘，省会兰州；青海省简称青，省会西宁；陕西省简称陕，省会西安；河南省简称豫，省会郑州；山东省简称鲁，省会济南；山西省简称晋，省会太原；安徽省简称皖，省会合肥。
湖北省简称鄂，省会武汉；湖南省简称湘，省会长沙；江苏省简称苏，省会南京；四川省简称川，省会成都；贵州省简称黔，省会贵阳；云南省简称滇，省会昆明；浙江省简称浙，省会杭州；江西省简称赣，省会南昌；广东省简称粤，省会广州；福建省简称闽，省会福州；台湾省简称台，省会台北；海南省简称琼，省会海口；新疆简称新，省会乌鲁木齐；内蒙古简称蒙，省会呼和浩特；宁夏简称宁，省会银川；广西省简称贵，省会南宁；西藏简称藏，省会拉萨；北京市简称京，省会北京；上海市简称沪，省会上海；天津市简称津，省会天津；重庆市简称渝，省会重庆；香港简称港，省会香港；澳门简称澳，省会澳门。你们都是哪里的呢？